天都晚上了，要开化了，感觉现在东北家庭都在干一个事儿，就是想着把阳台上冻货吃了。这些箱子这礼拜必须全干掉，要我妈又该琢磨买冰柜了。我爸头两天挖了个1米多的雪窖，但他整这玩意儿太严谨了，他怕有耗子，就在上面浇了2层冰，这开采难度太大了，赶他妈挖矿了。我就这么打个比方吧，要是天一直冷，他这玩意儿不比保险柜差。焦带鱼一冬天都没人愿意收拾它，开春了实在躲过去了，让我脖肚分离了，鱼头剁椒蒸了，脖子以下铁锅炖了。这排骨因为花纹好看，我妈一直没舍得吃，结果冻风干了，再不吃就得喂狗了。还做了寿喜烧和固蛇块，正好借着他俩把冰箱里剩青菜打发了。完今天给去年种的瓜子炒了，我再炒就觉得腿肚灌风，我寻思我怎么熏成这样了，完一看是裤子烧漏了，这事儿整的他妈锅没10几回，裤子烧坏俩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顾鹅、煎皮、汁虾、排笋、叉肉、德鱼、剁头、烤鱼、瘦烧，看没看着？这个最有心眼，在那盘上坐哪最合适呢？那叫一个肥沃的土地不长草，聪明的脑袋它不长毛啊！我们今天买了一箱橘子，砂糖橘应该是明年见了，现在开始炫爬干了，然后把灌那些干肠都塑封了。我本来寻思剩挺多呢，我建议拆箱看没剩多少啊，赶紧先抓了一袋，把之前中奖那个姐们的给寄走了。10天之前还是这么一大盆呢，现在就剩下这么一点了。但我估计这10来斤也够吃到夏天的了。那人不就这样吗？多的时候使劲吃，越剩少了开始越不舍得吃了，放到最后全他妈坏了。我最近不是做了好多自制的东西吗？但是翻车的太多了，我怀疑这个房子 Wind Water 不行，所以密谋了好久，决定搬个新家。但是这仨活爹搬家公司怕碎，多数都不接，路程其实就10几公里，我决定拿手推车给他推过去，就当团建的。完怕路上饿，还做了不少蛋堡，肉馅放的这个乌江千盐榨菜，升级减盐30%，提味增鲜，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。然后我们现在住这个房子吧，是6楼的楼梯房，这仨爹加起来得有500多斤，完还没个拎手。下楼下了6个小时，我上一次因为下楼直不起腰，还是在7年前，那年我他妈下了个泰山。完绑完酒我们就上路了，路上好多人问你这是要出夜市呀还是要出国呀，然后推了3个小时就遇到了这次搬家的最大难题，就是跨江。我们需要把这800多斤搬上桥，但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发现它根本就一动不动。完说先吃点饭吧，就在道边支了个齐齐哈尔 BBQ， 我发现烤肉加榨菜这个搭配挺绝，吃的特别开胃，而且小小方便，妥妥出行必备。但吃完饭发现还是抬不动，就开始找朋友，给通讯录都要翻出火星子来了，这段实在是太燃了。半夜11点多，除了我那几个活该倒霉的哥们，还有好多特意赶来帮忙的粉丝，甚至还有个哥们跟对象吃饭呢，给对象扔着了，自己打车过来的。这10几个人少一个，我们可能都上不去这个桥。如果有记载的话，这一定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别伟大但没什么用的奇迹。后来感谢了各位爸爸，但余生的路我们还得自己走。有个哥们给留了个拖车绳，这算救了大命了。过桥的时候上坡就拖着走，下坡就推着走，虽然中间推车抛锚了几次，但还算顺利。然后就一直那么走啊走啊走啊，感觉这一宿给身高磨没2厘米。后来遇着个出来晨跑的大爷，他说你们这是要去西藏吗？我心说西藏在哪儿我是不知道了，但西天可能是越来越近了。等走到新家的时候天都亮了，巧合的是这边也没有电梯，我们就这么一顿一顿往上挪呀，感觉每使一次劲儿都在脑淤血的边缘，最后用了2个小时才给他仨整上来。这3瓶酒到家一滴都没洒，要感谢的人太多了。我们现在虽然喘气儿都困呢，但还想先给大伙磕一个。完稍微收拾了一下，房东说在露台给我们留了个惊喜，我走就发现这爹给我们留了个10碾子，我服了，他居然管这玩意儿叫惊喜。我最近疯狂迷上了手撕牛肉干，尤其是看电视剧的时候，要不嚼2块感觉浑身不得劲儿。但是买的还怕猪肉或者鸭肉做的，所以我苦心研究了一个配方，然后订了4个牛腿，打算自己在家做的。这个牛肉干呀，吃的是真好吃，但做起来是真麻烦。光切肉我们就干了1天，那切完之后感觉右边半拉身子都是麻的。这4个牛腿正好切出来200斤瘦肉，我现在特别好奇它最后会成多少牛肉干。然后这些肉在抓完料之后，最好放到一个浅一点的容器里腌制，但能装这么多肉的容器实在不好买，所以我在家里找了一圈之后，我要把浴缸拆了。用浴缸腌肉属于是既合理又实用，我们甚至还给它改成那个双拼缸，然后腌了1宿之后，这肉就可以烘干了。但以家里这烘干机的速度来说，除非买100台，要不最快也得正月15才能吃着。后来看最近天不错，就决定风干了，正好可以用蒙古包的架子晾肉。但是这一下子就陡增了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，就是串肉。我们还没从切肉的局麻中缓过来呢，这一下直接要干成全麻了。我后来都累得有点分不清白天黑夜了，就我明明记着我们是中午开始干的这活，但后来干到最后一待的时候，外面天都亮了。
这些肉我们一共风干了7天，等它干得像个树枝似的，就可以拿回家蒸熟了。为了蒸这些牛肉干，我把全家的锅都给掏出来了。完蒸的时候没啥事儿，就开了个箱。前2天在京东用旧手机、旧电脑换了台新的创维游戏电视，4K 超高清，极速高配，而且是3重硬件护眼。最近京东家电双11，家电品类日以旧换新，立减10%，家电全场免息6期起，好货好价好实在，你们也赶紧去看看吧。然后这牛肉干蒸完就已经非常非常香了。据说正宗的草原做法要用牛粪子烘烤一下，会让它有独特的香味。但我们这个牛这2天可能消化不太好，它下的玩意儿实在是太鲜了，根本用不了。我一点不拔掐，我俩要把这玩意儿搬家去啊！我们全小区房价起码都得跌2000。后来我放弃了这个尝试，买了点果木炭改成炭烤了。这牛肉干往炉上一放，那香味挠一下就上来了，然后趁热撕开了一块，这牛肉丝状态看着可太满足了。而且风干牛肉干是越嚼越香，这真的比我之前用油炸烤箱做的要好吃很多。等都烤完了之后，我还上秤量了一下，一共是70斤的牛肉干，我是41斤买的牛肉，算下来这个牛肉干的成本是114块钱1斤。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牛肉干都塑封处理了，我估计等我吃完这些牛肉干呀，我这腮帮子会成为我全身上下肌肉含量最高的地方。我现在呀，天天给我奶琢磨吃啥都愁得慌。本来说想吃红烧肉和奥尔良鸡腿包，等我奶天天吃这玩意儿也没啥新鲜的。后来我临时决定给他俩灵魂互换一下，于是就有了一锅塞满了红烧肉的大包子和2个本不该完整的奥尔良大鸡腿。这包子我奶吃可高兴了，就掐我一大腿。说心里话，他也该高兴，要不是我炖肉的时候瞎琢磨，那谁家好人包包能放这么大块肉啊？正好新我奶买个锅，今天开完锅给拿去。他说原来那锅涂层都快脱没了，完看一圈就相中这个了。完这2天哈尔滨又下雪了，早市也去不了了。给我奶做了一锅椰蓉奶香包，留着早上吃，还做了蒜蓉卤蚕蛹，我奶一顿吃了半盘。完今天市场那个卖肉大姐临走居然送了我一个肘子，她说我算了，你奶已经半个月没吃肘子了，快拿回去吧，别让老人家心寒呐。但该说不说的，给我奶新买这个苏本有肽无涂层不粘炒锅真挺好，炖个红烧肉煎个鱼都挺好使还不粘。它这个锅吧有钛合金抗粘材料，时间长了越用越不粘，像钢叉钢球啥的你就放心用吧，它没涂层，所以也不怕涂层脱落呀。我寻家里换口新锅，不如一步到位换个好的。但我奶这锅绝对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开锅之后我又拿肘子汤润了一遍。来吧，香香了，黑裤、尖刀、红包、奥腿、牛螺、糖肘、糖醋蛋、蒜蛹、椰包。本来还想给我奶炖豆角，这事情来的太突然了，只能是跟奶吃点肉对付对付了。这回妥了，随了我奶愿了，这真是每天睁眼睛只能吃肉了。今天更新几个速成菜，看起来不简单，但其实很简单。趴被窝里偷摸学，过年惊艳一下全家啊！先来一个红酒炖牛肉，焯好水牛肉，下点油，下点姜，炒1-2分钟，然后下胡萝卜、洋葱块，简单扒拉扒拉，1小勺的番茄酱，糖盐、黑胡椒碎，炒个底味，放一个切块的柿子和1块黄油，再来大半瓶红酒，珐琅锅炖2小时。出锅之前调着咸淡就完事儿了。红酒选便宜的就行。我这好像是参加我老丈人婚礼顺回来的。再来个椒盐皮皮虾，把扎手地方都搅下，然后撒点玉米淀粉，抖成这个样就行。等油冒烟了，下锅炸1-2分钟，熟了就捞出来，然后让油再烧冒烟，再炸30秒，留非常少的油炒青椒、洋葱末，把皮皮虾倒回来，再撒很多的椒盐就完事儿了。要是过年家里吃饭人多吧，可以来个年夜饭大礼包。我这个是588套餐，相当于人均70多块钱，完也不用费啥事儿就能整一桌子，而且好东西还挺多的，有这个大厨级的佛跳墙，还有花雕大闸蟹，这个黄的非常满，这个整条的烤鳗鱼也特别入味儿。其他的菜简单配配颜色就非常好了。反正我觉得吧，这东西在家就是很方便，过年串门拿着也挺有面子。然后我二大爷最近有几颗牙情况不太乐观，可能又不行了，我给来了一个口蘑汤，还做了一个蒜蓉龙利鱼。反正这菜吧简单是简单，但有个毛病，就是他妈费饭的。来吧，这样的佛墙、大闸、八饭、红甲、爆肉、烤鳗、蒜蓉、剁鱼、蘑汤、深粥、红牛、胶皮。完今天这不都速成菜吗？吃饭也早。我奶说多长时间都没捞着玩了，咱们抓紧娱乐娱乐。你不吱声，你干谁呀？主食我攒呢。你这嗨，玩赖了，这是。我怎么这玩赖了？那你不要玩赖啥？人家到这儿就不吱声了，你。不是，就是他说了，他也没吱声，我也没吱声，你吱声。那他不吱声就是不要呗。我奶最后10分惜败，又是一个不眠夜呀。